你喜欢辣妹对不对？但你喜欢的辣妹其实只是你想象中的辣妹，并不是真的辣妹。如果真的有个辣妹站在你面前，你只会想换条路绕着走。而哪怕是2次元的辣妹，其实大伙想看的也只是女的打直球，男的打拉扯的戏码，只看对方开场就是一句我有点想见你了，所以找个借口把你骗出来，然后看男主站那儿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自从更衣人偶大火之后，近些年的辣妹系动画越来越多，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异世界逐渐铺开的景象。现在的辣妹系动画甚至有点替代传统后宫向动画的感觉，反正也差不多就是了，把最大的那个女主换成辣妹来写罢了。比如更衣人偶喜多川海梦是不是辣妹很重要吗？换成传统一点的粉毛活泼正宫会对剧情有什么影响吗？不会的，无非就是失去那个辣妹的噱头罢了。那这个噱头来自哪里呢？简单来说，那就是反差。什么叫班里很外向人气很高的辣妹偏偏喜欢很宅不爱说话没有存在感反应木讷的我啊？我把这个称为科幻。那些情节刘慈欣来看了都要感叹自己在科幻领域太落后了。更衣人偶作为一个如此传统的辣妹剧情模板，我本来想拿来当例子的，但男主的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还是非遗传承人，姑且不算。而北海道辣妹贼拉可爱这动画呢，男主是京爷，也不是不能理解女主，可是这个动画不会有辣妹对宅男温柔，那就是纯的科幻片。什么叫班里的辣妹和我一样喜欢看光美？一个在2次元里都不算大众的爱好，能在班里遇到同好已经是奇迹级别的事情了。不，整个学校里能遇到同好已经是奇迹了。你跟我说班里的辣妹是和你一样重度到了会为了一个角色退场而难过很久的人，这不是科幻片还能是什么？而要承载起这种科幻，不是辣妹反而不那么行，那就是我有点想见你了，所以找个借口把你骗出来。直球。这种直球和那种传统女主的直接表白还有差异，是一种很清爽的直球。那种清爽是基于辣妹大大咧咧做事直接的性格而产生的，不需要额外的角色塑造，也会让大伙儿觉得这句话很正常。可以说这种科幻情节和辣妹这个标签上自带的属性是相辅相成的。我相信大家心里也清楚，现在的辣妹系动画突然变多了，也和大环境是分不开的。作为日本动画和我们这的关系肯定是不大的，但也能明显感觉到真的是不想努力了。这种动画就是纯倒贴嘛，以前哪怕是后宫动画还是有角色之间的拉扯的，现在的大伙儿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就是想看点直接的，带入进去完全没压力那就够了。所以辣妹系的漫画火了，于是改编成了动画也多了，和当年的异世界一样火的多了，跟上做的也就多了。可能接下来几年辣妹会越来越多啊。而对于辣妹这个类别还带着层底层逻辑，那就是相对成熟的女性形象。光是把这个词放在这儿，你的脑子里肯定也是那种比较丰腴的体态，而不会是辣妹妆造的萝莉。所以喜欢2次元辣妹形象的一般来说不太会变成电击小。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你有什么喜欢的辣妹角色吗？或者你喜欢的角色造型是什么样的呢？在评论区说说吧。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